注意看，前方这辆车的速度非常之快，阿 Sir 不敢打草惊蛇，而是选择了悄咪咪的跟上。靠近一看才发现，好家伙，这居然是一辆地狱猫！好不容易才跟上，阿 Sir 连忙打开氛围灯，示意老哥停车。但老哥很快就用速度向阿 Sir 展示了什么叫做地狱猫。这回你还能跟得上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阿 Sir 才刚上高速，就发现一位老哥飙得飞快，这可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00公里，而从尾灯来看，这应该是一辆道奇充电器。尽管只是瞬间就看不见了踪影，但阿 Sir 还是决定开启追击，毕竟如果只是充电器的话，探险者还有一战之力。虽然画面中看得不太清楚，但阿 Sir 还是能勉强看清老哥的尾灯，这样也不至于还没起步就跟丢。此时阿 Sir 的车速已经来到了210公里每小时，注意观察的小伙伴肯定已经发现他没有开氛围灯，而这一招也确实有效。此时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前方的老哥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。这里阿 Sir 不开氛围灯的原因有2个，首先是大家熟知的避免打草惊蛇，方便靠近老哥。但如果不开氛围灯还跑到200多的时速，那和老哥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就有了第2个原因。现在所穿过的这片地区是位于当地的富人区，那些有能力的家伙明确要求，在这条路行驶时阿 Sir 不可以打开氛围灯，因为这样会吵到他们睡觉。听着是不是很离谱？但这就是事实。看来天空在哪里都存在。不过不论如何，此刻阿 Sir 都已经跟上了老哥。让阿 Sir 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老哥居然还是个5星好市民，全程变道都不忘记打灯。而更叫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靠近了才发现，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道奇充电器，而是一辆地狱猫。最低配的入门基础版都搭载 6.2 机械增压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17，原厂状态下100公里提速仅需4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320公里每小时，堪比高铁。瞧瞧这阿 Sir 的操作，左躲右闪，在车流之中轻松穿过。看来这阿 Sir 的技术确实不错，但尽管如此，眼下也不敢去想他能否将老哥抓获，因为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他就险些再次失去老哥的下落。虽然好在阿 Sir 的氛围灯从来没开过，但老哥的这般速度又叫阿 Sir 如何有把握？不愧是地狱猫，阿 Sir 的车速始终保持在220公里，但他却是连老哥的尾灯都见不着。而更为离谱的是，前面我们有说过，老哥甚至不知道身后有人在追他，对他来说，这可能只是一次日常的溜车。截止到目前，可能都是阿 Sir 自己在上独角戏。也正是如此，阿 Sir 才有机会在前方匝道再次跟上老哥。此时的老哥被前方的 NPC 挡住，阿 Sir 连忙趁机靠近，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开氛围灯，老哥便开始加速。等阿 Sir 打开氛围灯时，老哥已经去到了100米开外。好家伙，瞧瞧这提速的姿态，这地狱猫的提速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快。如果说刚才老哥不知道身后有阿 Sir 的存在，那么现在开始，老哥才是认真对待。看着这渐行渐远的地狱猫，阿 Sir 是既着急又无奈，这样下去自己注定要淘汰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，这老哥究竟是何方妖怪？好，又是一位6星大佬。这地狱猫搭配6星大佬的技术，简直是如同手持方天画戟的吕布，骑着貂蝉的赤兔。而此时老哥的速度也是极为恐怖，雷达显示他已经达到了256公里的时速。阿 Sir 才刚上高速，老哥就已经融入了夜幕，如此悬殊的差距，叫阿 Sir 如何顶得住？不过虽然落后的比较多，但阿 Sir 倒也并没有放弃，反倒是开启了全速，怕什么怕？看样子是准备逼自己一把。可以看到阿 Sir 又一次关掉了氛围灯，看来是准备故技重施，但这一次实在是落后的太多，哪怕是眼神再好也无济于事。好险，这里 NPC 想要变道，吓了阿 Sir 一大跳。但凡 NPC 再晚看几秒后视镜，这一下将避无可避。这一下也让阿 Sir 意识到，如果自己这样一路跑下去，恐怕还没跟上老哥就会率先翻车，还是先呼叫队友吧。是不是都在等枭星小曲的 BGM？ 以为呼叫是为了呼叫而呼叫？不，和其他州不同，德州的达拉斯可是有监控的。队友得知消息后，很快便帮阿 Sir 调取了前方的监控信息，调查到了老哥具体前进的方向，随后便派出了无人机赶往现场。附近的队友也去各个路口等候，一张抓捕老哥的大网就这样编织了起来。这样一来，虽然自己已经将老哥跟丢，但阿 Sir 依旧非常有信心。要知道，能抓到一辆地狱猫，对于阿 Sir 来说那可是至高的荣耀。于是他便顺着队友指引的方向一路跟了过去。这种强度跑了这么久还不累，我严重怀疑他昨晚用了神器小鹿可水
洗深睡枕，记忆棉护颈承托整挺好。老哥一觉深睡到天亮，最重要能整个水洗，脏了直接扔洗衣机，污渍口水全洗净，而且耐造不变形。看来老哥这把消心有戏，以前整套换得勤，但整心总藏污，害得脸上小红点冒的像是被阿 Sir 贴了罚单。换上小鹿直接放心贴贴，面对加宽加大枕面和7大分区的高配置，阿 Sir 再次提起了速，正躺托住颈椎，侧躺不压肩膀，翻身再快都能跟得上。高密度慢回弹记忆棉，柔软有支撑，贴合脖子自动回弹到最舒适的高度，压力全给你分散掉。大家要是身上总发痒，可能就是枕头脏，换个能水洗的小鹿，用的久还省心。小伙伴快去评论区领券，保价1年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开裂直接换新，还有2款枕高可选，快冲！可很快，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队友给的指引开始变得越来越少，而无人机也始终跟不上老哥的车速。虽然已经耗费了不少的人力和时间，但阿 Sir 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一次追捕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没有想到来来回回折腾了10多分钟，最后还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。这地狱猫的实力果真是名不虚传，果然印证了那一句，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到点我就要下班。而就在这时，队友突然有了关键的收获。总台接到一位女性报告，说是自己被一辆道奇充电器给追尾，听描述和老哥这辆车的外观相仿，地点也是老哥有经过的地方。于是多位阿 Sir 赶到现场来调查，队友也查到了当时现场的监控画面，可以看到老哥才刚下高速，却看见 NPC 卡在2车道之间行驶，强行超车失败，最终失控上了绿化带。没有想到堂堂一代6星大佬居然倒在了 NPC 手上。这妹子表示她当时害怕极了，连车都没敢下。而询问老哥的情况时，她表示一无所知。于是阿 Sir 和队友连忙前去查看这辆地狱猫。从老哥撞车到阿 Sir 赶到现场已经过去了5分多钟，当阿 Sir 靠近地狱猫时，哪里还有老哥的半点踪影？只是可惜了这辆地狱猫气囊全爆。监控显示老哥在撞车后不久就步行逃离了现场，不过从跑步的姿态看来好像是有一点跛，可能有只腿受伤了。阿 Sir 这边也没有闲着，一边向先赶到的同事了解情况，一边安排队友带汪汪队过来。队友在检查车时发现了几个疑点，这辆车没有车牌，但却并没有被盗，可能是为了飙车故意而为之。在车门附近找到了一个空的枪套，看来这老哥极有可能持有武器。而第3个则是他们在车里发现了一枚队徽，在我们来看这可能只是一只普通的五角星，但对于当地的阿 Sir 来说，这个标志简直不要太熟，这是 AFL 橄榄球联赛达拉斯牛仔队的队标。要知道在美国 AFL 的火爆程度是远超 NBA 的，这样看来老哥极有可能和这支球队有某种联系。现在汪汪队已经赶到了现场，并且已经有了线索，几人跟着狗哥一路朝着老哥逃跑的方向追去。但事情的进展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，在对各种犄角旮旯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，甚至连下水道也没放过的情况下，他们还是没能找到老哥。而就在阿 Sir 认为今天要无功而返的时候，总台又收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名叫卡塔妮娜的女孩打的。她说自己是达拉斯牛仔队队员马肖恩·尼兰德的女友，刚才接到了男友发来的告别信息，她担心男友会重开游戏。这一下几条线索都对上了，而她的担心也并无道理，因为直升机通过热成像很快就发现了老哥倒在了角落的一间厕所里。阿 Sir 赶到现场时，他因为枪伤已经当场重开了游戏。经过对身份的确认，这位老哥正是马肖恩，今年24岁，在2024年的选秀大会第2轮第56顺位被达拉斯牛仔队选中，签了一份长达4年的新秀合同，合同的总价值约683万美元。而他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亮眼，在所有人看来，他辉煌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。而当球队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并没有立刻和他撇清关系，反倒是在主场进行比赛之前对他进行了4分钟的默哀。队友们也自发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，为他怀孕的女友和未出世的女儿建立了一个保障。有人说老哥是因为球场的压力太大，所以选择了飙车来缓解，但这只是猜测。也有人说老哥犯的这个事儿并不算大，无论是他自己的实力还是球队出面都能轻松解决。为什么要这么选择，相信只有老哥自己心里清楚。无论如何，大家再也看不到那个在球场飞奔的94号。最后我想对屏幕前的各位说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带来的压力，不要自己硬扛，学会求助。求助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对自己的温柔。生命不是一场必须冲刺的比赛，偶尔停下来找个人说说心里话，没什么丢人的。或许你认为那些翻不过去的大山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有电梯呢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,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, and now you'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.